大家好，我是 Roland。如果我告诉你，现在的新加坡已经开始出现这样的画面：机器人进火场救人，无人机全天候巡逻抓嫌犯，卫星在太空实时监测毒气泄漏，建筑工地开始用 3D 打印造房子，甚至连水下搜救都准备交给带触觉的机器人来完成。很多人第一反应可能是，这不是科幻片吗？但问题是，这些事情现在正在新加坡真实发生。过去很多人对新加坡的印象可能还是安全、干净、效率高、法规严格，但最近几年，越来越多人开始发现，这个只有600万人口的小国，突然开始疯狂搞科技了，而且不是普通的互联网科技，而是 AI、机器人、无人机、自动化、航天、卫星系统，甚至已经开始布局未来城市。前不久，新加坡正式成立国家航天局，接着又宣布将发射首颗公共安全卫星 Explorer。与此同时，政府还准备成立机器人特种部队，专门负责消防、拆弹、危险化学品处理。未来，全岛甚至可能部署大规模无人机巡逻系统。很多本地人看到后都忍不住问一句：新加坡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先进了？但今天这期视频，我真正想聊的不是新加坡科技有多厉害，而是另一个更重要的问题：为什么新加坡突然开始疯狂发展 AI、机器人和航天？因为你会发现，这一切背后其实根本不是科技炫技，而是一场关系到新加坡未来生存方式的国家级布局。很多人现在看到新加坡这些黑科技，都会有一种感觉：新加坡是不是突然开挂了？以前大家印象里的新加坡厉害的是金融、港口、机场、贸易，但现在它突然开始疯狂搞 AI、机器人、无人机、自动化、航天，而且推进速度非常快。问题是，为什么偏偏是现在？其实背后原因没有很多人想的那么浪漫。新加坡今天这场科技狂飙，本质上不是因为它特别爱科技，而是因为它越来越依赖科技，才能维持现在这套国家运转模式。新加坡全国人口只有600多万，放在全球竞争里，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小的体量。更现实的问题是，新加坡越来越缺人，尤其很多行业已经开始长期面对劳动力不足，比如建筑、消防、物流、公共安全、基础设施维护，这些工作本来就辛苦、危险、强度高，年轻人越来越不愿做。而与此同时，新加坡的人力成本还在持续上涨。对于一个高度依赖效率的国家来说，这其实非常危险。因为新加坡和很多大国不一样，它没有庞大的内需市场，没有大量资源，也没有巨大人口红利。它最核心的竞争力其实一直只有一个：效率。所以你会发现，现在新加坡很多科技布局背后其实都围绕同一件事：怎么让整个国家用更少的人维持更高效率。于是，建筑开始自动化，机器人进入高危行业，无人机负责巡逻，AI 开始接管调度系统，连危险气体监测都准备交给卫星。因为对于现在的新加坡来说，很多科技已经不只是升级选项，而是维持未来竞争力的必要条件。这也是为什么你会突然感觉新加坡最近越来越像未来城市，因为它真的正在把整个国家往高度智能化方向推进。如果说刚才讲的还只是国家战略，那接下来这一部分，很多人可能会真正开始感受到，他们正在进入现实，而且进入速度比很多人想象中还快。前段时间，新加坡内政部长尚木根宣布，新加坡准备成立人形机器人中心，预算高达1亿新元。但问题是，这个中心训练的不是普通机器人，而是机器人特种部队。未来这些机器人会专门负责消防、拆弹、毒气处理、灾难搜救、高危行动。很多人第一次看到新闻时，可能会觉得哇，很酷。但如果你仔细想，会发现这背后其实非常现实，因为这些工作原本都是最危险、最难招人的工作，比如消防。真正的大型火灾现场其实非常恐怖，高温、浓烟、化学品爆炸、建筑坍塌，很多时候消防员进去真的是拿命在赌。但未来新加坡可能会先派机器人进去，
机器不会怕毒气，不会怕高温，不会疲劳，也不会情绪崩溃，甚至未来很多危险区域，人类可能根本不用亲自进入。而拆弹也是一样，以前拆弹专家是真正意义上的高危职业，现在越来越多国家已经开始让机器人承担这些任务。而新加坡这次的重点不只是机器人辅助，而是真正开始打造具备专业能力的人形机器人系统。更夸张的是，这种变化现在已经不只出现在公共安全领域，建筑业也开始被机器人疯狂接管。最近，新加坡一家建筑公司直接把 3D 打印机器人搬进了祖屋工地。以前很多复杂曲线结构，人工施工非常麻烦，工人要反复修模、浇筑、测量。现在机器人直接打印，而且还能连续施工，效率直接暴涨。还有另一种更狠的存在，地面研磨机器人。这个重达1100公斤的大家伙，现在已经开始进入本地建筑现场。过去地坪打磨是工地里最累、最折磨人的工序之一，工人长时间弯腰，粉尘巨大，误差还容易高低不平。但机器人不会累，只要输入参数，它就能持续精准施工。相关企业甚至透露，使用机器人后，整体效率提升70%，人力直接下降40%。看到这里，很多人可能会开始不舒服了，因为问题已经不是机器人厉不厉害，而是未来到底还有多少工作是机器做不了的。你会发现，现在最容易被替代的其实是2类工作，第一类是重复性工作，第二类是高危险工作，而偏偏这2种工作在很多行业里占比非常大。所以未来很多行业很可能会出现一种很残酷的情况，不是公司不想请人，而是机器真的更便宜、更稳定、更高效。如果说机器人正在改变工作方式，那接下来新加坡另一场变化可能会彻底改变整个城市的运转方式，因为现在的新加坡已经不只是地面在智能化，连天空都开始 AI 化了。最近，新加坡公布了一套未来警用无人机系统，很多人看到后第一反应是，这也太像科幻片了，因为未来的新加坡很可能会出现这样一种场景：大型无人机在高空全天候巡逻，负责火灾侦测、灾情勘察、追踪嫌犯，机身搭载摄像头、探照灯、扬声器，依靠5G 网络统一远程操控。而更夸张的是，还有另一种微型无人机，重量不到350克，平时直接藏在路灯、建筑墙面的小型机箱里，一旦系统发现异常，它就会立刻起飞，低空追踪、实时录像、自动锁定目标。很多人看到这里，可能会突然意识到，未来的新加坡可能真的会变成一个低空智能监控城市。但问题来了，为什么新加坡会这么重视这些系统？原因其实很现实，因为对于新加坡来说，安全一直是国家核心竞争力之一。新加坡为什么能吸引全球资本？其中一个非常重要原因就是稳定、安全、低犯罪率。而现在，新加坡面对的问题是，城市越来越复杂，人口流动越来越大，安全风险也越来越多。传统依靠大量警力巡逻的方式，成本越来越高。于是 AI 和无人机就成了最好的解决方案。机器不会累，不会分神，甚至能比人更快发现异常。所以你会发现，现在的新加坡正在慢慢形成一种全新的城市治理模式，机器负责监测，人类负责决策。但真正让很多人震撼的，其实还不是无人机，而是卫星。因为新加坡现在已经开始把监控系统搬到太空。前不久，新加坡宣布未来将发射公共安全卫星 Explorer。这颗卫星最特别的地方是它搭载了高光谱与红外探测系统。简单来说，它可以在太空中闻到危险气体，比如氨气、甲醛、甲醇等有毒气体泄漏。传统地面传感器很多时候只能监测局部区域，但卫星不一样，它可以从太空实时扫描港口、工业区、周边海域，一旦发现异常，系统立刻通知民防部队。很多人第一次听会觉得这已经不像普通科技升级了，而更像一种国家级超级感知系统。
但与此同时，一个争议也开始越来越大，那就是当科技越来越强，监控会不会也越来越强？因为未来如果无人机在天上巡逻，摄像头越来越智能，AI 越来越会识别人脸、行为、轨迹，那人类社会会不会慢慢进入一种全天候数字化管理？很多人会觉得这让社会更安全，但也有人会开始担心未来的隐私空间会不会越来越少。很多人现在看新加坡这些新闻，会觉得新加坡越来越先进了，但如果你仔细观察，会发现它布局的其实几乎全是未来产业 ：AI、机器人、无人机、自动驾驶、航天、智能系统。为什么？因为全球竞争的逻辑正在改变。过去，一个国家只要金融强、贸易强、制造业强，就能长期保持竞争力。但未来不一样了。未来真正决定国家地位的，很可能是谁掌握下一代技术。所以现在全世界都在抢 AI，美国在抢，中国在抢，欧洲在抢，中东也在疯狂投科技。因为所有国家都意识到，下一轮全球竞争已经开始从资源竞争进入科技竞争。而新加坡非常清楚，如果它还停留在过去的模式，未来很可能会被边缘化。所以现在的新加坡其实是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，从金融贸易型国家转向高科技系统型国家。这也是为什么它开始布局航天。很多人会觉得新加坡这么小，为什么突然搞卫星？但问题是，卫星背后不只是太空，而是未来的数据、通信、安全、监测系统。因为未来国家竞争很可能不只是比谁 GDP 高，而是比谁的国家系统更智能，谁的数据能力更强，谁的 AI 更成熟，谁的自动化程度更高，谁的风险反应更快。而新加坡现在很明显想提前进入这个阶段，所以你会发现，它真正想打造的可能不是单纯的科技城市，而是一个高度智能化、高效率、强系统协同的未来国家。这也是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人会觉得，新加坡正在越来越不像传统国家，而更像一个正在提前测试未来社会的超级实验场。很多人以前总觉得新加坡只是一个小而富的国家，但现在越来越多人开始发现，他真正想做的可能是全球最早进入未来社会的国家之一。机器人开始进入危险行业，AI 开始接管系统调度，无人机开始参与城市治理，卫星开始实时监测风险。这些变化看起来像科技新闻，但背后真正改变的其实是整个社会的运转方式。未来的新加坡可能会越来越智能，越来越自动化，而这场变化也很可能会重新定义未来的工作、城市，甚至人与科技之间的关系。因为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 AI 会不会改变世界，而是哪个国家会最先进入那个时代。而新加坡很明显正在提前下注。最后也想问问大家，如果未来的新加坡真的变成一个机器人遍地、AI 无处不在的未来城市，你会觉得它更先进了，还是会觉得越来越像科幻片？欢迎把你的看法留言在评论区。如果你喜欢这种深度解析新加坡趋势、科技和未来发展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分享、订阅我的频道。我们下期见。